好，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蛇年的红包袋。记得我之前都说哦，龙年的红包袋已经很难做，那蛇年就更难做。那很高兴，就是说我又想出了这一款这个蛇年的红包袋。那这一款的蛇年红包袋跟我之前我之后我应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的先后顺序，反正今年我总共会设计出2-3款这个蛇年的红包袋哈。然后其中这一款呢，就是让它这种盘旋上去的感觉。那首先呢，本来我说实在，我本来很怕说做起来感觉蛮像大便的，但是呢，我觉得用这种布料的这种剪接的效果呢很不错，而且做起来的那种感觉也很好看。所以呢，我还是一样用了2个颜色，就是做 AB 版。因为我其他的这个蛇年的红包袋也会用到2组布料去做拼接哈，因为毕竟蛇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你用同一块布做的时候呢，你真的只能做一条长长的弯弯的，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呢，用拼接的方式呢，去呈现它这个这样旋转的这个盘起来的这个感觉。那我就做了这个红色系，它是金色樱花配这个扇子招财猫的图案。那背面呢，就是放了有一个木扣，然后就是可以放钱。那放钱呢，就是大概我500、100、1000我都各拿1张。这个的话就只能对折去放哈，然后放进去之后呢，就把这个扣子给扣起来。那其实呢，我本来想说不想要把钱折起来，但是呢，这样它就会变很长，你知道吗？好像那个加长版的那个冰淇淋有没有？那种有一种巨无霸冰淇淋不是很长，那看起来多怪。所以呢，后来我还是选择了这样子，让它绕个2-3圈哈，然后翘翘的小尾巴就很可爱，然后有金色的蛇信，然后再帮它加上个蝴蝶结铃铛，感觉上更有这种过年的气息，对不对？然后呢，就像现在这样子，好，然后钱就可以放进去。那其实它可以放不少钱了，真的是钱薄薄的哦，所以其实很耐装。那这个的话，另外一个配色呢，等一下我会做给大家看。那通常呢，我就会像这样子，一组材料包呢，它就可以 AB 版像这样子做出一整组，那它刚好可以这个去搭颜色互相搭配，那背面呢就会不同色。这样这边没有扣子，是因为我扣子不够，忘记带回家来啊。然后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缝这个铃铛，让它活泼一点，可爱一点。然后2只蛇呢，就是这个色调啊都非常的漂亮，就是在这种同中求异哈，异中求同啊，就让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变化。那还有不一样的颜色啊，这是紫色的。那紫色我觉得相当的梦幻啊，就是本来我对紫色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爱好，但是这组做起来就觉得很美，可能加上它这个有一点黄色，就是金色加上紫色，感觉非常有高级感。那还有这个粉色系的，那粉色系呢就嫩嫩的很可爱。那我就觉得说，像这种红包袋，我们就是可以多做几个，可以送给朋友，不一定要，你可以不用装钱，你可以送他红包袋就好，好，对不对？那如果是自己的家人啊，或是那个小朋友啊，还是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可以，当然就是装一些钱。那如果你是要送给朋友的，其实你可以多做几个送给朋友，我觉得也不错。那还有这一组呢，它是金色跟那个红色的。那它本身呢是万寿菊的花纹，然后做出蛇的红包袋呢，却意外的有这个蛇纹的这种蛮贴切的感觉。那这是属于比较那种低调奢华的那种大人感，好，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好，那背面是这样，那它上面呢都是这个花呢都有镶这个金边，所以看起来很华丽。好，然后呢还有这个蓝色系的。那本来呢，我想说，要做蓝色吗？红包不是都红色？但是呢，这组蓝色呢加上红色花，效果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就是还是做了这个蓝色系的。那因为蓝色系我怕整个太黑，所以里不一样是搭红色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让它有一点点变化，呼应一下这个花朵，我觉得也是很赞的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做这个红包袋，因为每年我都会推出这个12生肖，就是看今年是什么生肖，我就会推出什么生肖的红包袋。我本来想说我到蛇年一定到龙年一定卡关，结果龙年我过关了。那我心想蛇年我应该想不出来吧？结果呢，
我蛇年竟然还是想出来，我就还蛮高兴的，因为对我来说蛇年真的是我从一开始从猪年在做的时候，我就心想啊，这是别做到蛇年不知道要怎么做，可是那时候也想说一年做一次，应该就是做个2-3年可能就会停了。没想到就是很多这种粉丝朋友们呢，就是很期待收集12生肖，所以我们这个红包袋就是12年的那种大计划，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做，每一年我们要好好的健健康康的那个再继续做红包袋，至少要做到12个年份嘛，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加油，好不好？这真的是12年的这种大企划，真的不简单。我那天突然想到这件事，觉得蛮好笑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好，把它放到旁边去。你知道我做到很过瘾的，做到觉得很开心很好玩，所以我就做蛮多个。因为做完之后，我要给我的那个家人，就是有可能几个在店里当样本，剩的我就会送给我的家人跟朋友。就觉得这种东西一送出去，就是人家就看了就是满心欢喜啊，非常非常的应景。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材料，就是其实没有很复杂。那就这个蛇，其实它的这个复杂就在于这个线条的这个这个流畅度哈。你这线条流畅度有做出来的话，其实就不会很难了。然后这个有前片跟后片，然后呢有里部2条。那你在剪的时候呢，你不需要一开始的时候就缝份都剪得很小，我是觉得不需要。倒是这个要接的地方呢，你缝份要把它留好。那其他呢，我们就可以抓个大概就好了，就不用剪得太细致，你剪得你可以最后再来一起剪。那它会有缝指点，我们缝指点要把它对好，然后还会有一条这个要扣那个木扣的这个，用那个木扣的一个，那你要记得要裁斜布这个扣环布，然后裁斜布。斜布是什么呢？直布、横布，然后斜布就是这样。所以你那条布，这条布呢，你就是这样斜斜的剪裁，它才能有一点伸缩。有一点伸缩，你要扣子会比较好扣。好，那我们要这样子比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缝合。缝合之前呢，这个有弧度的地方我们都要剪牙口。好，像这往内弯的地方我们要剪牙口，像这样。等一下在车的时候会比较好车，往内弯的地方就好，往外弯的地方不用。好，像这个往内的，这个是往外的就可以不用。那这里也是有一点往内弯，就是要把它剪一剪。这样等一下你车起来会比较好车。好，然后呢，这个东西中间的这一段它有上下的分别，所以你们要看一下看一下版型。好，那个有字朝上的就是上啊，字朝下的就是下。字没有朝下啦，我字都是朝上把上下的这个关系看一下，车起来蛇比较不会歪。然后呢，这个顶点的地方呢，对准第一片的这个最上面这一片的这个缝指点，好像这样子把它对好，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接起来了。所以呢，刚刚说要剪牙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呢，你如果不剪牙口的话，你等一下就不好翻，不好转弯。好，我们要先这样车。回真的我有点烧香，因为晚上一时兴起吃剉冰啊，吃到最后现在喉咙有一点怪怪的。不过因为我女儿在感冒，所以我有可能被她传染。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因为有剪牙口，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跟着弧度这样弯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车过来。然后车到这里呢，这边下面不是有剪牙口吗？我们就把这边往这边弯过来，往左边弯过来，边车边弯边车边弯。那你弯不太过来的时候，就把针调下插下来之后，再把它抓过来，把上面这一层抓过来，然后下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往右然后下面这层往左，它就可以并在一起了。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车过来，好，像这样子。好，这个弯弯的弧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车跟这片一起车。那一样是把这个顶点呢跟它的缝指点，好，一样把它对齐之后开始车。所以这个珠针这支珠针真的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很扁，然后那个针又不会太粗所以它别起来呢不会那个，你看它没那顶翘翘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不会说把你的布料给限制住。
一样有弧度要跟着转哦，哈，这样慢慢的车过来就好了。然后到这里一样，上面的布往右，下面的布往左，然后就慢慢的交汇起来成一直线，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车起来了。这时候呢，你车完这一片之后，有熨斗的人，其实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地方给烫开，好，让它平一点。那如果你没有熨斗的人呢，就用那个滚轮骨笔给它压一压。不过最后哈，其实最后还是都要整烫，好，让它扁扁的，不要这样蓬蓬的。我们是做红包袋，不是做一般的提袋。你就用滚轮骨笔给它压一下，好，到最后我们完成的时候，还是要去用那个熨斗哈，把它压扁，哦，压得平平的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车这个后面的这一片。那后面的这一片呢，我们首先先把这个什么东西，那个表布跟里布呢，把它对好。然后有一个开口的地方呢，我们也要先把它画好，哈，有一个开口的地方，然后把中央线也画出来，从中央线这里抓起来，好，抓起来，然后对折过来，让这条呢成一直线，从中间先剪一个压口，把它剪开，剪开之后手不要放，用珠针把这里固定起来，这样你的那个布就不会跑掉，你就不会怕那个开口跑掉。然后其实这个刚刚要先车啊，忘记了。好，像这个就把它对折车起来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布扣环。那如果你不车扣环，就是钱比较容易跑出来哦，所以还是给它掐起来，它领筋嘞。好，车完之后呢，这个布扣环应该是5、6公分就够了。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话，你要注意看一下你的扣子哈，你的扣子要能够放得进去，然后把布扣环折起来之后，放到哪里呢？放到刚刚的这个洞。为什么这里要别珠针？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里掀开。如果你没有别珠针，你刚刚挖的那个洞呢，有可能上下没有对齐。好，我们把这里掀开，然后把这个扣环塞进去，像这样塞进去。之后呢，它的角角的中间呢，对准这条中央线，然后你看一下扣洞不要留太小，太小你会比较不好扣，哦，你可以摸一下它的距离哈，不要说太小。然后呢，我们就来把这个长长的这个口字形把它车起来，哈。好，车到这里的时候，把这2只脚往上抬，哦，继续车。那这个开口要多大？当然就是你钱放得进去的宽度。好，这样就车完了，我们就可以把珠针拿起来。车完之后，我们就要来剪牙口。那这个牙口呢，就要剪像这样子一个 Y， 好，像这样一个 Y 字形，然后我们就把它剪开，两边都一样哦，哈。那这个顶点你要剪到，哈，不要剪到线，哈，但是你要尽量剪贴一点。你剪贴一点呢，你等下翻到正面就会比较漂亮。好，把它剪贴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好，那你们在翻到正面的时候，这个稍微像这样子把它顺一下，好，把它压扁一点，然后再把它翻到正面。这样会比较边缘会比较漂亮一些。那如果我再说一次哦，如果你要用熨斗的，现在就可以去整烫一下，或是说你一次做好几个，你可以这个步骤都先做起来，然后一起整烫，这样也可以。好，那如果你没有整烫，就像这样，要抓旁边一点之后来来干嘛呢？压线，把这个口字压线压起来。那我会建议说，大家如果有做2、3个，哦，那你就是去开熨斗，哦，把它那个熨烫好再一起车。
会比较好车一点。我们就把这个慢慢的，那你这个针目不要调太大哈，因为这个口字形的这个高度有没有不要太高哈，导致于那个放钱的开口太大，那感觉很没有安全感，有没有？那钱好像随时会飞出来。好，就像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完成了。这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要放那个蛇信，好，蛇信的部分。那我们刚刚不是这整片都这样剪吗？这时候呢，我们就来把这个地方把它剪开来，让蛇信的位置跑出来。那我通常都是蛇信这里有一个平的地方哈，比较平的地方，这就是蛇信的位置。把这地方剪出来之后，把金色的缎带，哎，刚掉地上。金色的缎带呢，我们先打一个结。为什么呢？因为缎带其实它的这种组织有时候一松开的时候，它会一直跑掉，你的舌头就会掉下来了。所以你先打一个结，让它这个线不会一直开掉。有时候难免拉到不小心，它会一直虚边。好，我们先把它打一个结，防止它这个头虚边。然后呢，从这里先把它固定起来。那因为这里有一个像直线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就把它垂直，跟这条线垂直哦，也就是在这个蛇的头的这个中央线，就是放它的蛇信哈。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把它固定起来，好，让蛇信呢先固定在这个头的这个中间。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干嘛呢？就要来跟这个刚刚的这个后片，好，把它对好，对的差不多哦。所以你多剪一点，缝份多一点没关系。我们先来车哪一段呢？我们先来从这里车到这里，就是只要车下面的这一段就好，你不用整只车哈。相信我，这样比较快。我们先车这一段，车起来就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把这个后片好放上来。这个里布哦，里布对里布放上来。接下来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来车一圈，留反口，这里要留个反口，好，我们反口留这里，从这里开始车。刚刚呢是先车下面这一段，对不对？只车这一段。现在我们要留反口，好，里布的时候要留反口车，很重要哦，好，你们要仔细听，这里不要车错，好，然后呢，我们就沿着这一只蛇的边缘呢。这只金蛇的边缘开始车一圈，那你的针目就是真的不要太大，好，免得第一就是你不好转，好，第二就是一下子那个弧度呢就会很容易变成直线的感觉，然后就沿着它的边缘车。哦，大概这种东西你车个2、3只你的弧度就会变得很会车。啊，那当然手缝也是可以车起来啦，你也手缝也是可以缝起来，就慢慢缝。那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家用车呢，都有这种一针一针的这个功能哈。你如果这个脚没有办法控制，你也可以像这样一针一针这样慢慢的前进，然后用压的也可以。好，反正你只要车得起来就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这样把它转过来。好，那它每一个凹点，你那一针要把它车住哦，就是像这样子转过来之后，这个点这一针你一定要车住。好，这一针然后再转出来。好，我们这样车一车就快要到这个反口的另一边了。好，这样子呢，基本上大致就完成了。好，就是说我们反口的另一边车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剪，把这个多余的缝份呢给剪掉。这个尾巴现在很粗没关系啊，反正你等一下翻到正面呢，你未必能够翻到能够翻得很平。好，所以你就算车粗一点也没关系。
而且每一只蛇应该都有不一样的个性哦，所以有些尾巴可能比较尖，有些可能尾巴比较粗哦，对不对？那你在剪这里的时候，小心不要剪到刚刚我们这个金色的这个缎带的头，小心不要剪到它。好，剪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剪。所以呢，这时候你就是真的很需要一支好的剪刀哈，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剪出很顺畅的这个线条。重点是等一下剪牙口。所以这支剪刀那个很值得购买啊，就是那个会用这么久了，你们也看我用这么久了，就是有需要剪刀的人可以。现在刚好有这种不锈钢的，以前我们店里用铁的都会生锈，啊，这不锈钢的用这么多年了都不会生锈，跟它新的赶快的。好，来这个牙口地方要记得要剪，尽量贴，好，剪尽量贴啊，但是不要剪到线。在这个凹槽的地方呢，因为它很弯，所以呢，我们的牙口一定要剪很密哦，几乎大概0.2、0.3就一个牙口哦，剪密一点。还有这个地方也是要剪密一点，这样弯到正面呢才会漂亮。大概0.2、0.3就要一个牙口，所以你说像这样一次剪成4、5层，你是不是？如果有好剪刀，你就是有在用的话，如果你有在做手做的话，买一支好剪刀是很应该的。好，接下来我们有弧度的地方要干嘛呢？记不记得也是要剪牙口？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锯齿剪刀。所以我就说，之前我都忘记带回来的那个，我们店也有卖这支锯齿剪刀，比较便宜，就是没有那么贵。要不然有时候一支锯齿剪刀1000多块钱。就会觉得太贵了，所以买这个一样很好剪，然后便宜很多，所以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看。好，我们就把这个有外面的弧度的都把它剪一剪，这样翻到正面的时候会比较漂亮。那你小心不要剪到线哦。好，剪完了。你们就紧，好，所以有锯齿剪刀还是没卖。这个下巴这个里面的弧度给它剪一下。好，这样子我们呢该剪牙口的地方都剪完了哈，包括这个地方我们都牙口都把它剪好哈。剪完了之后，我们就要翻到正面来。翻到正面的时候呢，我们先把那个万能小竹块拿出来，从下面的这个反口。你就要直接翻到正面吗？我告诉你，这样不太好翻。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这样进去之后，我们刚刚不是有车一个那个洞吗？你穿进去那个洞里面，然后来到头的部分，要穿进去那个洞哦。也就是说，我这样，因为这样筷子在里面哦，我不会讲。就是现在这个头是不是很扁？你不好塞，所以你把筷子穿到这个中间呢，把它弄蓬，像这样弄蓬，有没有？然后呢？再把这个舌性的地方往内推，往内推，这样你就会很好塞。好，先用筷子先那个，然后呢，再把它这样子往内推进去。那我通常我都是一边靠着我的身体，好，然后就一边往内推，这样可能会拍不太到，但是反正就是这样往内推。好，让它头先这样推进去之后。我们再从这个反口呢，把它打开来之后，然后直接到这个头的部分。好，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洞，到刚刚我们有车一个布环的那个洞，有没有？然后呢，到这个头部分，我们直接把头先推出来，有舌头有没有？头先推出来，之后呢，整个身体再慢慢的从刚刚有车扣环的那个洞呢，慢慢的翻到正面来，像这样子。反正你们拿到的时候，你再翻你就知道了，就是要把表部翻到外面来，这样你的蛇呢，这只招来财富的蛇就可以慢慢的跑出来了。那它有那个弧度哈，你等一下要用弧度到一层一层的把它那个
弧度呢整理好，才会漂亮。像这样，那你可以用你的那个万能小竹块一层一层的那个弧度都要把它翻出来，头也是一样有没有？慢慢的头就长出来，有没有？然后前面那个舌头的部分呢，可以用这个嘴巴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锥子挑尖一点，不要钝舌的前面接着这个舌性的地方，像这样子。好，那它的每一个弧度呢，都是还蛮弧，这个弧度你等一下熨烫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烫好。我现在这样可能没有办法说推得很漂亮，我尽量在镜头前推给你们看。好，然后呢，你们觉得少了什么东西？我们少了尾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尾巴呢要用那个锥子慢慢的把它挑出来。好，那如果你觉得它挤住了，你就再把它推回去。好，然后用左右手摸摸看，你就知道你的尾巴有没有卡住。好，没卡住的话，我们就慢慢的像这样慢慢的把它推出来。好，那这边当然它会比较小，会比较没那么好推，没那么好搓，那就慢慢的把它搓出来就好了。好，就是有个蛇的尾巴。好，像这样。然后呢，这里也会有一个弧度你们要看说你有没有把弧度推出来，你只要从侧面看，像这样有凹洞的，有没有？它有一个凹洞，那就是还没推出来，我们就要这样把它推出来。让它的那个弧度呢漂亮一点，用大拇指进去把它推出来也可以，像这样。好，像这样子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呢，现在我就一定要去熨烫，要把它烫平。好，然后这个小扣环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简单？难度不高，然后又不会说有那种蛇的这种恐怖感，对不对？然后等一下我们把它烫平。好，那我等一下再回来哟。那这个弧度都要把它推好等一下一边烫的时候呢，你就要一边把这个弧度呢，看你要用筷子还是用你的手，把它伸进去把这个弧度把它推好，然后把它压平。好，等我一下哦。好，我们烫完回来了，它就是长这样子，是很美吧？蛇，好幼稚。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打个蝴蝶结咯。那打蝴蝶结呢，我之前其实就教过了，那现在再教一次。好，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蝴蝶结呢，先横的先一个横的，然后再一个垂直垂直的去把它打一个圈像这样垂直，然后再从这个洞呢，把另外一个蝴蝶结的耳朵弄出来，这样就好了。重点就是说，你第一个这个弯的这个圈呢，跟你那个要打结的那个绕的那个结呢，要成垂直，好，这样你的蝴蝶结打的就很正，好，然后呢，再把它角剪好，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蝴蝶结呢，我们就可以放在正中央的位置。那如果你觉得太大还太小，你都可以自己再调整。那这个蝴蝶结的这个角呢，你也可以用那个打火机呢，稍微给它烤一下，好，然后把它放在中间，你就可以看你要车缝压线，还是要像这样子把它用手缝起来，好，用针手缝就好，这样比较不会车到背面的布。那如果你要用车的，当然也可以，因为我其他我也是用车的，因为是拍的有点近，我想说给你们看好像就好像有点近。好，就像这样子，把它固定在红包袋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铃铛呢给放上去。放上来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结呢打在这个蝴蝶结的后方，那当然，它里面有一个反口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刚刚不是从反口翻到正面吗？其实有没有缝，我是觉得那个反口还好。那如果你觉得说想要去把那个反口缝起来的人，也是可以。好，我们这个大家会打结吧？就这样绕绕就好了。好，
像这样子，把这个蝴蝶结给打好，然后把铃铛缝好。然后呢，我刚说的反口就是这个的下方，它会有一个那个刚我们的那个反口。如果你真的很想缝，你就去缝。那我是自己这种扁的，在这个下方，我自己就不会缝。然后呢，我们再来要把这个小花扣，我们用的是原木小花扣，再把它缝到袋子上面来。我们起针如果在上面的话，下面就会比较看不到那个结啊。然后打个结。好，然后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你猜猜看。来，我们就把这个扣子呢，把它扣起来。好，看看能不能扣，应该是都可以啦。好，像这样子把它扣起来。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把我们的蛇信呢剪成尖尖的，因为那个蛇的舌头呢是这个分叉的，我们就把这个分叉给剪出来。好，这样子，给它剪正一点。你也可以用火烤一下啊。如果你要用火烤的话，你就是先把它对折，对折之后一起烤，再把它打开。好，在我们的这个红包袋呢，这个蛇年这个是彩蛇迎新春的这个红包袋呢，我们就完成了。那我们来把镜头放远一点，一点点就好。好，像这样子。好，我们的这个彩蛇迎新春，他的朋友在这啊，他们两个就是一组的，对不对？是不是就蛮好看的？好，然后呢，背面两个互相去做它的搭配，像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就是我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做这个12生肖的这个红包袋呢，就是让人家觉得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哈，然后可以送给这个家人或朋友哦，然后包红包给小朋友。如果你有属蛇的朋友呢，当然也是很美拜，对不对？你就可以送他这个蛇年的红包袋。那每一年呢都有那么多人出生哈，所以12生肖每年都会有很多人。那就算你不是属蛇的，今年是蛇年，还是说明年等明年蛇再是马年，马年你也可以属蛇的朋友，你也可以送他蛇年的红包袋，所以是不用怕说你做了之后没为堂而的黑有，就看你舍不舍得送给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不同的配色呢会有不同的感觉，然后就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感觉去做这个红包袋。所以呢，刚刚说了红包袋这个钱呢，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好，再把它打开来，这个蛮喜气的。好，然后把钱500、1000的，好放进来，有没有？这样送给人家是不是感觉就是很特别？有没有？所以呢，今年那个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这个，我们这蝴蝶结那个尖尖的角把它剪好。好，就是说很高兴可以做到这种漂亮的这个蛇年的红包袋，所以呢，就是祝大家新年愉快，蛇年愉快，天天愉快，然后发大财，赚大钱，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就这样咯。有需要的人呢，你们到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看看材料包。那就这样咯。好，低调的蛇，低调的华丽的蛇来了。好，那就这样咯，拜拜。